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爆款大剧明日再播，剧情就是全球股市未来缩影。追风者央八在播引关注，剧情映射股市复杂。剧中民族资本与买办资本斗争，网友联想股市投机与风险。专家预测未来股市趋势，呼吁散户谨慎投资，关注实体经济稳健公司，警惕投机资本炒作。王一博、李沁、王阳领衔主演的《追风者央八》，爱奇艺首次播出后，热度破万，成为热度最高的年度爆款剧之一。之后，追风者又陆续在多个平台多次播出。就在本轮股市行情到来之时，央视网发布定档消息，从2024年10月11日起，追风者将在央八后黄金时段再次播出。追风者播出后，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和高关注度。随着本轮股市行情的到来，追风者的关注度更高了。追风者的剧情主要分为以下6个故事单元。第一，沈图南和中央银行并购私有银行。第二，收回关税保管权。第三，上海银元假币案。第四，建设库券炒作案。第五，江西苏区假币案。第六，乌纱风云。在这6个主要故事单元中，观众们关注最多的是建设库券炒作案。剧中的大姐利用发行建设库券的机会，先极限拉抬库券价格，做空后再低价买入。一正一反操作后，不但收割了大量散户，还收割了参与库券发行的银行。散户被收割的结果，阿文跳楼自杀，周怡破产后疯了。阿文、周怡他们的悲剧结局，除了大姐于世清他们的毫无人性、毫无诚信可言外，阿文、周怡他们自己的贪婪、轻信、不听劝和盲目加杠杆，也是重要原因。沈图南在苏区假币案中被魏若来抓获后，在苏区见到了不一样的景象。苏区银行非常注重信用和承诺，采取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，对于放高利贷害人的家伙，更是严惩不贷。别看当时苏区银行规模不大，但是在经营上却是始终在坚守银行的初心，那就是投资服务于农业等实体经济，坚决杜绝打击一切投机行为。追风者中的上海金融战，主力分别是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、私营银行和买办外资银行。沈图南一开始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他在本质上是半买办半霸权的中央银行中，受的牵制太多了。一个大姐的能量，沈图南就没有任何办法。这个大姐的丈夫是南京财政部孔部长，他的弟弟就是沈图南口中的宋先生。面对一个这样的只为自己考虑，从来不关心百姓死活的集团，沈图南的理想抱负全部落空。最终沈图南选择了和魏若来、沈近珍一样的道路。听到追风者央八在播的消息，网友们的反应几乎全联想到当前和今后的股市行情上了。有网友说，重播追风者是给散户敲警钟吗？信阿拉小魏有钱赚。还有网友说，央八节后安排播出追风者，阿拉小魏出场提醒各位股民。更有网友首先联想到了追风者中的阿文和周怡。网友们的联想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。股市里面是很复杂，有投机的，有投资的，有做多的，有做空的。已经进入股市或者准备进入股市的观众们，要是以投资为目的，通过科学的基本面分析，的确可以发现真心做实业的，
项目有前景的，稳健经营，真心回报股民的公司。但是，肯定有一些公司和机构会趁机炒作，大肆收割。所以说，入市需要谨慎，切勿盲目冲动。同时，一定要牢记周怡、阿文的教训，一定要适可而止，千万不要豁出身家性命去加杠杆、去赌。尤其是那些初入股市的朋友们。除了联想到阿文、周怡外，还有网友对追风者中的央行也进行了现实联想。不过，有这种想法的网友，可能把剧情与现实对错了号。如果把追风者的剧情放大到当今全球背景下，剧中沈图南担任高级顾问的中央银行，放在今天的现实中，可以理解为美联储。相反，剧中江西苏区的银行才是咱们今天的央行。在咱们国家，最值得信任的，永远值得信任的，就是咱们的中央了。追风者剧中的大姐于世清、张明全、康少杰他们，放在今天，就是股市中的买办投机资本。他们进股市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投机做空收割。网友们最需要警惕的就是这类投机资本。这类投机资本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他们在炒作时用的题材和说法，完全脱离了上市公司当前的价值和未来可能实现的价值。就比如光刻机来说吧，如果一家上市公司被宣称3年内造出全球最先进的光刻机，公司业绩会翻10倍甚至10几倍，这肯定是为了做空而制造的泡沫。产业升级是有规律的，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完成的，不是吹出来的。所以说，准确选择上市公司，需要搞懂技术层面和市场前景层面的东西，同时，市场前景也不是预测出来的，是按照正确的战略计划，通过扎实的努力奋斗出来的。追风者中的江西苏区银行经营稳健，信守承诺，就是在长征途中也是如此。苏区银行通过吸收存款投资实业，也可以理解为是上市公司。网友们要想安全投资，最好投资类似的上市公司。在现实中，很多优质的央企和其他国企就是这样的公司，网友们可以多多关注这类公司，尤其是军工、航天、造船、核能等。苏区银行从江西起步，在长期的战争中，不但帮助根据地发展经济，更为前线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持。战争打的是经济，人民军队最终战胜敌人，是离不开可以碾压对方的后勤经济实力的。从长征后的3万人到后来席卷全国的几百万人民军队，如果把追风者的剧情扩展到全球，就不难发现，人民币终将战胜四处挥舞收割镰刀的美元，这是全球的未来必然趋势，也是全球股市的未来图景。关于全球股市的未来图景，追风者还给出了什么具体的预测呢？一切都在沈图南的选择上。沈图南家庭出身很好，从德国留学归来进入央行后，他一直致力于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的发展和壮大，但是南京政府的大姐孔部长、宋先生他们却是买办资本的代表。民族资本和买办资本天生就是敌人，买办资本为了他们的主子，肯定会压制民族资本。所以说，沈图南的抱负，只要他在南京政府任职，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，所以沈图南必定会重新选择道路。当前，韩国、日本、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很多核心产业都被美国霸权资本控制，这些产业说白了就是美国的买办资本。就是因为这样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资本想进一步崛起壮大，
肯定会被美国和美国的买办所打压。为了突破发展的天花板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资本需要选择一个最佳投资地。这个最佳投资地要满足以下要求：第一，拥有完全独立的主权，走和平发展道路，追求共同繁荣和共同进步。第二，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，可以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。第三，产业基础扎实，拥有完整的产业链，教育水平高。第四，国家具有强大的领导核心和领导力。第五，人口众多，国内治安环境良好。放眼全球，除了咱们一家，没有第二家。所以说，不管美元是加息和降息，这些资本为了突破美国霸权资本和美国买办资本们的打压，必然会选择来到咱们这里。这些资本来了之后，进入咱们的产业链，大家一起完成产业升级后，接下来就是深度开拓全球市场，按照从东南亚、非洲、中东、中亚、欧洲、日本市场的次序，逐步把美国霸权资本和美国的买办资本挤出去。最终，亚欧大陆完全连通，美国霸权资本和他的买办资本们只能退到北美大陆，成为一个孤岛，就像1949年后的南京政府一样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本轮股市行情启动后，一起拉抬股价的，非常有可能就是咱们的民族资本和其他的民族资本，这是一个民族资本的统一战线。在美国霸权资本和他的买办资本们没有从美国股市脱身前，民族资本统一战线把股价拉抬来，以后美国霸权资本和他的买办资本们想抄底咱们，就难上加难了。抄底不成，进一步拉抬股价后再做空，成本就太高了。那么，霸权资本和买办资本会怎么干呢？就是在咱们国家周边制造战争威胁，让咱们这里变得不安全。结果，咱们的洲际导弹一发射，世界立刻安静了很多。没有人民的军队，就没有人民的一切，这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在这种大背景下，只要有强大的人民军队在，未来咱们股市在大的趋势上，肯定和卢奇元老师等良心专家说的那样，将迎来10年牛市。当然了，进入国内股市的投机资本，不一定全是美国霸权资本和他的买办资本，股市中的其他投机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。股市中震荡的根源，主要是来自于投机资本，这些投机资本的眼睛主要盯着美联储的动向，只要美联储放出停止加息和放缓加息的消息，他们就砸盘出逃的冲动。还有，股市中的震荡源，美国霸权资本和他的买办资本们，也是一股重要的力量。他们制造震荡的目的，一是在股民心中制造恐慌，二是趁机吸取散户的筹码，为以后做空抄底做准备。投机资本砸盘，肯定会影响股民信心，所以总是有力量在关键时刻出来支撑的。对于美联储来说，以后无论是加息还是降息，对投机资本来说都很难。美联储加息，投机资本进入美国股市没有多少收益；美联储降息，投机资本进入美国股市可能会一时繁荣，但终究还是泡沫，甚至可能被霸权资本收割。所以说，这些投机资本在全球跑来跑去疲于奔命，最终还是要进入实体产业，而投资实体产业最好的选择还是在咱们国家。全球股市中的3股主力，分别是美国霸权资本和他的买办资本、各国民族资本、其他投机资本。对这3股主力，咱们的策略应该是团结各民族资本，
争取其他投机资本，孤立霸权资本和他的买办资本。民族资本统一战线和霸权资本买办资本之间是主力之间的博弈，在这场博弈中，散户们只要不受霸权资本和买办资本的骗，霸权资本就无处下口。只要霸权资本和买办资本收割不了其他资本，最终他们就会相互收割，演变成一场内爆。所以说，未来的日本股市和美国股市之间，美国股市和欧洲股市之间，日本股市和欧洲股市之间，会经常出现相互收割的局面。当然了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也会被卷进去。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相互收割看起来很热闹，但对咱们来说，他们算是孤芳自赏了。而这种自我收割和内爆，在追风者中就是建设库券炒作案。建设库券炒作案中，要是散户们不参与，要是见好就收的话，最终就成了坏人们之间的狗咬狗。所以说，把追风者剧情放大到全球，就可以看清目前和未来的很多东西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